觉醒时，男友正将校园文男主踩在地上羞辱，我当即一脚将他踹趴在地，拧着他的耳朵哄道：“给他道歉，回去我让你随便亲。”向来嚣张跋扈的大少爷秒变脸，搂着男主又是道歉又是称兄道弟。后来我嘴巴每天都被亲肿，以为拦住了他作死，谁知这家伙当面一套，背地里一套，欺负男主的事情一件没少做。我忍无可忍，跟他吵架闹分手。他气红了眼，转头将男主绑到我面前：“你敢分手，我就敢打断他的腿。”半个小时前，男朋友给我发来一个视频：“西宝，看我发现了什么？你最喜欢的小喵喵。”视频中，他一身白色球服，被汗水打湿的头发下一双桃花眼笑意散漫，正蹲在地上逗一只流浪猫。这副模样要是被外人看到，一定会大跌眼镜。毕竟他可是陈焕，江城富二代里出了名的混世魔王。所以看到眼前他踩着校园文男主的脸羞辱这一幕时，我毫不惊讶，只是肝胆俱裂，想喊一句活爹。得罪谁不好，得罪男主，那可是未来一个眼神就可以让他家破产，让他从高高在上的大少爷变成流浪汉的存在。我没主动找你麻烦，你倒是亲自送上门来了。今天不弄折你一条腿，老子就不叫陈焕。陈焕嘴角带血，踩着陆时燕的脸越发用力。周围跟着看热闹的小弟还在起哄：“焕哥，别跟他废话了，直接把他腿废了算了。敢跟我们焕哥动手，真是活腻了。”狼狈趴在地上的陆时燕眼眶猩红，目眦欲裂，眼看着他的手抓到半截钢筋就要玩命反抗。我等不及消化脑子里觉醒的剧情，直接冲了上去，想也没想就将身体微轻的陈焕踹了个狗吃屎。曹西宝！满脸愤怒的陈焕在转头看到偷袭的人是我后，脸上的愤怒转为震惊。我瞥了眼男主脸上的脚印和满是痕迹的眼神，一把捏住陈焕的耳朵，俯身在耳边小声道：“给他道歉。”老子凭什么？不等陈焕愤怒叫嚣完，我又哄道：“回去我让你随便亲。”他视线落在我唇上，眸色暗了几分，将没说完的话咽了下去，脸上立马浮现出吊儿郎当的笑意，起身一个箭步就将手搭在刚爬起来的陆时燕肩上。“兄弟，不打不相识，刚刚是我下手太重，抱歉啊。”陆时燕将陈焕的手冷漠挥开，一把抓住他的衣领：“我阿婆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，我一定弄死你。”陈焕手握成拳，眼看脾气又要上来，我赶忙握住他的手：“你们有话好好说。”陈焕还没开口，一旁的小弟先坐不住，伸手就推搡着陆时燕叫嚣：“撒手，别给脸不要脸，闭嘴，一边去！”我瞪了那群小弟一眼，阻止他们继续火上浇油。“嫂子，你怎么向着外人？明明是他先动手的，都给老子滚！”陈焕丢了面子又没办法发作，只能朝小弟撒气。被他这么一吼，一群人立马散了没影。我又对陆时燕请求道：“陆同学，你可以松开他了吗？”陆时燕松了手，看陈焕的眼神却冻得可以杀死人。我搓了搓手臂，小心翼翼开口：“你阿婆的事是阿焕处理的不对，但当务之急不是去医院照顾阿婆要紧吗？住院治疗的所有费用我们会全部承担，希望你大人有大量，不要跟他计较。”说着，我又扯了扯陈焕的手，示意他说点什么。陈焕冷哼了声：“对不起。”语气里却半点真诚也没有。我气得踢了陈焕一脚，对陆时燕挤出一个尴尬的笑。陆时燕面无表情瞥了我一眼，捡起地上的背包，擦了擦唇边的血，撞过陈焕的肩膀离开。惯性让陈焕身体微偏，他爆了句粗口，像条炸毛的二哈又要扑上去干架。我死死拉住他的手：“陈焕，他什么态度？是他先动的手，还敢给老子甩脸子？那还不是你先强拆人家房子，还把人家阿婆气住院了？我给了钱，我拆他家房子怎么了？你吼我！”我一把甩开陈焕的手质问。看到我生气，他慌了神，连忙来拉我：“西宝，我不是吼你，我是气晕了头，说话声音大了一点点。”我将手抽回，不理会他的解释，面无表情走在前面。身后的陈焕急得在我身边左右转着道歉：“西宝，我承认都是我的错，我不该跟你大声说话，你别不理我，我回去跪键盘好不好？”我当然没有真的生气，只是为了转移这只二哈的注意力。这混蛋根本不知道我救了他的命。按照书中剧情，今晚两人并不是一点挫伤这么简单。陆时燕是书中的男主，身为顶级豪门继承人，却自幼流落在外，受尽欺辱，是一个瞎眼阿婆把他捡回家，养他长大，两人相依为命，感情深厚。而陈焕则是陆时燕在大学时期的死对头，从开学第一天起，陈焕就看不惯他，嚣张跋扈惯了的大少爷不会允许有人比他还狂妄。18岁生日时，他从陈父手里拿了快递，好巧不巧，阿婆就住在那片区域。陈焕要拆了那片贫民窟建游乐场，阿婆说什么都不愿意搬。可是阿婆的混蛋儿子早就拿了钱，签了同意书跑了。陈焕觉得他们家就是想讹更多的钱，于是直接来硬的，把人赶出去，强拆了房子。
老人气得心脏病发，坐进了医院。陆时燕性子冷淡又孤僻，唯独在面对阿婆的事情上理智全无。听到消息后，直接找陈焕动手。两个本就互相看不惯的人，气氛上头下手更是没个轻重。陆时燕被刺激得很了，捡起地上的半截钢筋就捅了陈焕。招惹了小的，来了老的。陈焕他爹是出了名的护犊子，知道儿子受伤了还得了，不问来龙去脉，直接把陆时燕弄进了警察局。阿婆也就这么死在了医院，陆时燕连他最后一面都没见到。于是，一条人命横亘在陆时燕和陈家之间。陆时燕被接回陆家后，陈家就是他报复的第一个目标。而陈焕则是在知道陆时燕的真实身份后，第一时间将我送到了我父母身边。还记得在机场分开时，他依旧笑得张扬跟我说：“希宝，乖乖等着我把你娶回家。”可惜等来的却是陈家破产的消息。车上，管家看着陈焕脸上的伤，面色严肃：“少爷，谁这么大胆子敢跟你动手？要不要我让人去教训一顿？”这话听得我眼皮直跳，真不愿陈焕长成现在这副嚣张的样子，全都是家里人惯的。我生怕管家背后去调查横生枝节，赶忙接话：“我打的。”管家咳嗽了几声：“林夕丫头打的呀？那当我没说。”陈焕见我终于说话，立马借杆往上爬，把受伤的脸往我面前凑，可怜巴巴道：“希宝，我脸好疼，给我呼呼好不好？”我伸手将他的脸推开，他又跟只大狗狗一样把头埋在我肩膀上撒娇：“希宝，希宝，理理我吧。”前面管家传来的笑声羞得我耳朵泛红。陈焕，你松开我！希宝，你终于愿意跟我说话了。车子刚到陈家别墅大门口，陈焕就叫停了，表示今晚要去我家住。管家一点不觉得诧异，那晚膳我让家里的厨师去西丫头家做。可陈焕刚想答应，想到什么话在嘴边又拐了弯，可以不用这么麻烦，做好了送过来就行。管家乐呵呵地走了。我瞪了陈焕一眼，我答应让你去我家住了吗？希宝，我这不是怕我爸看到我脸上带伤又叨叨个不停吗？你就收留我一晚好不好？嘴上是求我收留他，可用指纹解锁我家大门时丝毫不带客气的。谁让我们两家是邻居，而我们的缘分可以追溯到还在母亲肚子里的时候。当年两家同时怀上，同时生产。陈焕踩着点比我先出来1刻钟，从小就仗着这1刻钟哄着我叫他哥哥。明明差不多大，说话走路样样比我快一步，还霸道又不讲理的要命。从小就觉得我是他家的，我妈抱我回家他就哭，只要把我们分开就要了他的命一样。所以要么他来我家住，要么我去他家住，我们就没分开过。而这些年我长大后，我爸妈就将全精力投入科研实验中，常常几个月或是半年才回一次家。我基本就是待在陈家的，回自己家都少了。上一次我们单独过来住还是高考结束，陈焕跟我表白，答应在一起后他就更躁动不已，总想跟我探索身体的秘密，但我一直没同意，连接吻都点到为止。开学才1个月，他好像已经憋疯了。门刚打开，他就将我压在了门上。希宝，你说了让我随便亲的。他目光幽深，说话像带了钩子。你臭死了，先去洗澡。我嫌弃地推了推他，他扯着球服闻了下，脚遍地点了点我额头，哪里臭了？这明明是爷们荷尔蒙的味道。3，见我开始倒数，陈焕做投降状，去，我现在就去。他出来时只穿了一条运动短裤，头发上的水都没擦干。顺毛的陈焕少了几分张扬，发梢上的水珠滴落在他结实的腹肌上，带着别样的诱惑。这一刻我倒是感受到了他说的男性荷尔蒙。希宝，我不臭了，亲亲。他的手撑在沙发上，将我圈在他的胸前。你先坐好，我帮你把头发擦干。我低头从他手臂下钻了出来，将他按坐在沙发上，刚用毛巾擦了几下，就被他伸手一揽，拉坐到他腿上。希宝，我等不及了。大手固定着我的后脑勺，细密的吻就落了下来。区别于以前的蜻蜓点水，他的吻加重了很多。男生对于这方面好像有着天然的领悟力，明明那么生涩，却会遵从本能掠夺。4吻4舔4咬，轻易就让我大脑一片空白，只能攀附上他的肩膀。希宝，张嘴。我全身发软，心间一片酥麻，连思考都慢了。他退开半许，手指抚上我的唇，乖宝，张嘴让哥哥亲亲。我茫然张嘴，被他侵入的彻底，现在不止心间酥麻，连唇舌都是麻的。他滚烫的手从衣服下摆探入，刚抚上我的腰，房门突然被敲响，我吓得一把推开他。陈焕皱眉，不悦地去开门。佣人带着餐食进入餐厅。饭桌上，陈焕突然说起今天的事。希宝，城郊那块拆迁的事你怎么知道的那么详细？谁告诉你的？我哑然，一时竟不知要怎么跟他解释。难道要告诉他我觉醒了，所以知道书中剧情？犹豫了下，我试探道，你先回答我一个问题。假如你发现你所在的世界是一本书，
而你是书中跟男主作对的反派炮灰，你会怎么做？当然是先下手为强，弄死男主取而代之。我果然很符合他的性格。西宝，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。我大脑飞速转动，想到陈焕母亲跟他父亲发火的画面，于是将筷子往桌上一拍。你好意思问我怎么知道的？我还没问你为什么要瞒着我，你现在就开始对我有秘密了，以后是不是在外面养小三我都不知道。陈焕难得见我发火，整个人都惊呆了，满脸委屈道：西宝，你冤枉我，我怎么可能会有小三？陈焕的思路成功被带跑偏，接下来他开始了长达半个小时的不会有小三论证和申请保证。最后我随口问了句，那你为什么要瞒着我建游乐场的事？因为这是我想送给你的惊喜，你的专属游乐场。心脏像撒了酵母的面团，复杂的情绪将心房填满。原来一切竟是为了我。可惜原剧情中他的游乐场并没有等到完工那天。我吸了吸鼻子，看着陈焕严肃道，你以后一定不要找陆时燕麻烦，离他远一点知道吗？你怎么那么在意他？今天你已经叫他的名字好多次了。陈焕醋意大发，我刚升起的感动情绪瞬间被打破。你不招惹他，我怎么会提他的名字？反正你记住了，不许跟他作对，能离多远就多远，不然你以后都别想亲我。好好好，我保证不会跟他作对，行了吧？得了陈焕的保证，我松了口气。第二天，趁着陈焕上课的时间，我去了趟医院。找到陆时燕阿婆时，她正一个人拄着盲杖下楼梯，颤颤巍巍的样子仿佛随时会摔下来。我赶忙将人扶住，身后几个护士刚好追来，一个劲儿劝她回去。一问才知她是偷跑出来的，根本没有办理出院。阿婆固执的厉害，吵着要回家。先不说她的家已经没了，就是她的病也根本拖不得，若再不及时治疗，半年时间都撑不过。我只好跟她说，我是陆时燕的同学，受托专门来看着她的。一听到陆时燕的名字，她立马变乖，小燕的同学呀，我这就回去，你别告诉我乱跑，她知道要生气。好，我一定帮你保密，将她扶回病房，陪着她聊了会儿天。几个小时后，陆时燕才气喘吁吁来到病房，看到我在她愣了下，听到阿婆叫她才立马走到床边，握住阿婆的手。阿婆，今天有按时吃药吗？你都叫小西专门看着我了，我能不按时吃药？阿婆说完又将我好一顿夸。陆时燕眸色冷然看我一眼，这里不需要你了，请回吧。小燕，你怎么说话的？连句谢谢都没有就知道感人。阿婆望着虚空跟我解释，小西，你别放在心上，她性子一向这样。我趁机跟阿婆告别，又跟陆时燕暗示有话要跟她说。病房外，我将一张银行卡递给陆时燕，这是给阿婆的赔偿，除了住院治疗的费用，还有房子的赔偿款。她没接，冷笑了声，讥讽道，这就是你们有钱人的把戏，蛮横的让人无家可归，又假惺惺装好人。我叹了口气，将银行卡放在椅子上。陆时燕，我承认陈焕做的事蛮横无理，但你也要知道，是阿婆的儿子拿了赔偿款，签了拆迁同意书，让阿婆无家可归的是他儿子。至于你说的假惺惺装好人，随你怎么认为，这只是我替陈焕表达歉意。你可以选择不要这笔钱，但也请你理智的为阿婆考虑一下，她的身体耗不起。说完这些，我又将病历分析报告和一张名片放在椅子上。如果你想通了，就联系这位医生，他是心脏病方面的权威专家。那天之后，陆时燕在学校请假了好长一段时间，我猜他应该是为了阿婆的手术，专门请假照顾她。但我没想到的是，陆时燕会找我，也不知道他从哪里弄到的我的手机号。打来电话时，陈焕刚压着我一顿亲，别亲了，电话我喘着气推他，他欲求不满的在我锁骨上咬了一口才放开。我摸到电话接起，电话那头传来陌生的声音，抱歉，可以求你来趟医院看看我阿婆吗？西宝，谁呀？陈焕凑过来听。我下意识挂了电话，垃圾电话。按陈焕吃醋的劲儿，要是让他知道陆时燕给我打电话，绝对没完。将陈焕赶出门给我买溶剂的甜点后，我才又打电话过去询问。得知阿婆临到手术前突然反悔说不做了，陆时燕怎么劝都没用。最后阿婆提出说做手术可以，但要见我。我看了下时间，上午9点，陈焕排队买东西最多1个小时就回来，可是不去阿婆那边又等着做手术。犹豫过后，我还是决定去，于是给陈焕发了条短信，借口有事要马上去学校一趟，就立马赶去了医院。陆时燕见到我来，激动地从地上站了起来，上前几步，很抱歉，麻烦你了。阿婆人呢？她把自己锁在房间里，谁都不见。陆时燕说着，来到病房前敲了敲门，阿婆，你不是要见小西吗？她来了。半晌，病房门打开，一双干枯的手在空中摸着，小西来了。阿婆，我握住她的手，扶着她往病床走。陆时燕跟着进来，没走几步就被阿婆赶了出去。病房里，
阿婆从枕头底下摸出一包用塑料袋装起来的东西，层层报纸打开，是几根金条，还有一条长命锁。她颤颤巍巍塞到我手里，布满皱纹的脸笑成了一朵花。这些都是我从小燕小时候起攒下的，她都不知道。要是我这次手术去了，你帮我交给她。阿婆，我想劝慰她，她却摇头。小希，你不用宽慰我，我身体什么样子我清楚，本来也没多少时间好活，活到现在已经是赚了。当年要不是捡到小燕，老婆子，我早没了活下去的希望。我现在只是担心她，这孩子自幼性子冷，身边连个朋友都没有。要是我没出得了手术室，请你帮我照顾她一二。阿婆像交代后事一样，事无巨细地将陆时燕的事告诉我，这才同意手术。临近手术室前，都不忘握着我的手，叮嘱我不要忘记。阿婆，你放心，你说下的话我都记着，你安心手术，一定会没事的。手术室的灯亮起，我明显看到陆时燕的手在抖，想劝她不要紧张，先坐下。还没开口，她先说话了，可以陪我说说话吗？向来冷漠的人，此时脸上尽是脆弱。我到底没有拒绝，坐下说吧。4人坐的椅子，我们各坐一边。陆时燕十指交握，开始说着她跟阿婆的往事。我静静听着，时而赞叹。10点钟时，我的手机开始震动，是陈焕打来的电话。我侧目看了眼还在讲述过往的陆时燕，到底不好开口打断。挂了电话，给陈焕发了条消息，表示有事在忙。那边很快回复，希宝，什么时候忙完，我去接你。我看了眼手术室亮着的灯，一时半会儿是完成不了的，于是回道，不用接我，忙完了我自己回去。中午1点，手术终于结束，手术很成功，病人还在等待麻醉解除。陆时燕还没反应过来，直到我晃了晃她，再次告诉她手术成功，你阿婆没事。她竟哭了起来，破碎的眼神终于有了希望，双手抓着我的肩膀再次确认，我阿婆她没事了。对，没事了。我后退几步，想脱离她的双手。这时一道愤怒的声音响起，松开你的脏手。随即就是一脚飞踹，陆时燕撞倒在座椅靠背上，巨大的撞击让椅子发出一阵刺耳的声音。陈焕，我拉住他，阻止他再继续动手。他回头看我，眼中满是愤怒和委屈，你心疼他？没有，我回去跟你解释好吗？陆时燕捂着腰起身，看陈焕的眼神不善，却难得没再跟他动手，而是跟我道歉，对不起，刚刚是我情绪失控，做了让人误会的事情。又跟陈焕解释，今天是我求林夕过来的，跟他无关，这一脚我认了，你别为难他。陈焕却更生气了，你什么东西？林夕的名字是你配叫的吗？臭虫就该待在阴暗的角落里，少出来恶心人。陈焕，你别说了，我们回家。想起阿婆的东西还在我这里，我拿出来连忙递给陆时燕，你阿婆给你的。陆时燕还没接过，陈焕就先从我手里夺过，扬手就扔了出去，像扔垃圾一样。陈焕，你是不是有病？我走过去几步，想要将地上的东西捡起来，却被陈焕扛在了肩上，别什么脏东西都碰，谁知道有没有病毒。陈焕，你放我下来。我的挣扎捶打根本没用，眼睁睁被他带走，直到被他塞进车里，我才有机会泄愤踹向他，脚腕却被他直接攥在手里。身材颀长的他一进来，轻易就将我双腿禁锢住。他抬手就扯我的上衣，你混蛋！我想也没想，红着眼眶一耳光扇了过去。他顶了顶腮，手中动作更加用力，衣服直接被他暴力扯烂。夏季的衣服本就清凉，被他这么一扯，就只剩一件黑色吊带内衣。我蜷缩成一团，哭得眼眶泛红。陈焕，你敢欺负我，我就不要你了。一件外套包裹住我，他将我抱进怀里，我怎么会欺负你？只是你的衣服被别人弄脏了，帮你丢掉而已。回到家，陈焕依旧固执的要亲自给我洗澡。你出去，我自己会洗。希宝，我要亲自洗，心里才不会那么难受。我第一次见识到陈焕这么偏执，整个过程说是洗澡，不如说是一场战争。我像只猫被他强硬控制清洗，无论我怎么抓挠打他，他眼睛都不眨一下，脸上脖子上都挠出血印子，都不松手。我从来没觉得这么羞耻过，哪怕已经是情侣关系，可平日里也只是接吻抚摸，哪里像现在这么一丝不挂。最后我哭干了眼泪，连打他的力气都没有了，任由他将我擦干净抱上床。他的清洗仪式却还没有完，他开始吻我，吻过我每一寸皮肤，到肩膀处则变成了咬，压抑着怒火，却又不敢太过用力。我只能环抱住自己，红着眼眶咒骂，什么时候哭晕过去的都不知道。醒来时，我正在输液，陈焕跪在我床边，看到我醒了，伸手探我额头的温度。希宝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我咳嗽了一声，将脸转到另一边。陈母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了，端着厨房一直煨着的药膳，她将我扶坐起来，揉了揉我的脸。希宝，干妈喂你吃点东西好不好？看到她，我眼眶一下红了，扑进她怀里告状。我不要看到她，干妈你让她出去。
混不吝的玩意儿，还不滚出去跪着。等人走了，陈母才轻柔开口：喜宝，是那混小子不对，你受惊了。昨天他爸已经狠狠抽过他了，皮带都抽断了一根，也罚他跪了1天1夜。你要是不解气，等病好了亲自抽他，但别不要他，否则他会疯的。再给他一次机会好不好？我抬头，他受伤了，这就心疼他了。陈母失笑：我才不心疼，都是他活该。虽然话是这么说，我却也知道不能全怪陈焕，我也有责任，是我先骗了他。于是吃完东西，我就让干妈叫他进来了。看着他一瘸一拐走路的样子，就知道他跪了很久。见他到床边又要跪着，我冷着脸道：别跪了，坐着。陈焕规矩坐好，神情忐忑看着我：喜宝，不生我的气了。我没回答，只叫他将上衣脱了。他犹豫了下：别了吧，不好看。让你脱你就脱。旭抬手一扯，露出满身红痕，颜色深的地方已经红得发紫。我眼眶红了下，骂了句活该，又说了句对不起，我不该骗你。喜宝，不是你的错，错只错在那些不要脸妄图勾引你的人身上。陈焕，我认真听我说，我和陆时燕真的没什么。我将整件事从头到尾仔细跟他说了遍。我不该怕你生气就隐瞒你，这是我的错，但你也不该不听我解释就动手。陈焕，你能不能改掉冲动的习惯？我真的会害怕。陈焕握着我的手：好，我保证以后不冲动了。你也不能随便欺负人，谁都不可以。好，不尊重人也不行。我真的很不喜欢你对别人不礼貌。好，我都改。你自己说的就要做到，否则轻轻取消。喜宝，相信我，我一定改。他在我没心稳了，我又让他拿药来帮他上药。这件事后，陈焕主动带我一起去看望阿婆。小希，这位也是你们同学吗？阿婆望着陈焕说话的方向。不等我介绍，陈焕笑着主动开口：我是喜宝男朋友。男朋友啊？阿婆干笑几声：你是有福气的，有小希这么好的女朋友。阿婆说的是，我也觉得我挺有福气的，从小老天爷就把她送到我身边。陈焕讲好些我们小时候的趣事，直到被陆时燕打断。阿婆要休息了，抱歉，是我话痨了。从病房出来后，陈焕又主动给陆时燕道歉，上次是我误会你了，抱歉了。以后你就是我陈焕的兄弟了，以后有什么困难都告诉我，我一定帮你。陆时燕冷漠道：不必。看来你还是没有原谅我。陈焕叹了口气：没关系，你迟早会看到我的诚意。态度十分诚恳。刚下楼，我就忍不住夸他，这样非常好，继续保持。只要不继续作死，陆时燕就不会针对陈家。刚走到住院部楼下花坛，陈焕就抱着我索取了一个长达3分钟的亲吻，直到嘴巴都亲得肿了才放开我。我喘着气踢他一脚，下次不许在大庭广众下亲我，被人看见多尴尬呀。他漫不经心抬了下头，情侣接吻多正常，尴尬的不该是偷看的人吗？陈焕真的有在改变。学校里再有人欺负陆时燕，他会直接帮陆时燕欺负回去。有人背后说陆时燕闲话，他也直接回怼，甚至还会给陆时燕准备生日惊喜和礼物。只是陆时燕好像并不喜欢，不仅掀翻了生日宴会，还打了陈焕。我接到电话赶去时，陈焕正流着鼻血跟陆时燕道歉：对不起啊，我不知道你不喜欢过生日。我是希望陈焕跟陆时燕能交好最好，可不是这么卑微的用热脸贴对方的冷板凳。陈焕，你没必要道歉。我一把拽过他，帮他擦鼻血。你是傻子吗？别人打你干嘛不躲开？陈焕无所谓，耸耸肩，寿星最大嘛，挨一拳也没关系。一直冷漠站在一旁的陆时燕突然开口：陈焕，你是不是很得意自己的演技炉火纯青，把别人当傻子耍很好玩吗？陈焕脸色变了几分，我真诚以待。你说我在做戏，我是不是做戏？大家不是有目共睹，周围的人跟着应和。陆时燕，你也太恩将仇报了，焕哥可是掏心掏肺对你好，不领情就算了，还倒打一把，是吗？那林夕你来看看这个。接着电子光屏亮起，偏僻的巷子里，陈焕带着一帮人打了一群地痞流氓，踩在为首的男人头上，嚣张的厉害。江大陆时燕向你问好，说完就用棒球棍朝人腿上打去。而陆时燕平白招惹了一群地痞流氓被围殴。画面一转，阿婆的赌鬼儿子跪在地上求饶：不是我想跟你作对，是陈家少爷要我找你麻烦的，你放过我吧。而陆时燕手掌心血流不止。诸如此类的画面还有很多。陈焕已经愤怒地拽起一把椅子朝屏幕砸了过去，屏幕瞬间裂开凹陷。陆时燕，你有种，装了这么久的傻，故意放到今天让林夕看到，你到底什么心思？想挑拨我们关系，想他讨厌我，还是想他会跟你在一起？说着就是一拳揍了过去。两人你来我往，打得不可开交。没人要的野种，给老子舔鞋都不配，还敢跟老子叫嚣？你才是野种！宴会厅毁了个彻底，无数餐具碎裂在地，两人脸上各自都带着血。我一直以来看到的和谐美好，
展现出了最真实的模样。这次我没有再去阻拦，而是打了报警电话。陈焕被抓起来时才想起我，西宝，给我爸打电话，叫他来捞我。陈焕，我不会帮你传话。还有，我要跟你分手。陈焕带血的眉梢微扬，像是怀疑自己听错了。分手，对，分手，我不要你了，你想怎么作死以后都跟我无关。西宝，别跟我开玩笑，我会离开这里，离开你身边。我转身离开，半点话也不想继续跟他说了。陈焕看着越来越远的距离，开始着急。西宝，别走，你别走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回来，我求你回来。喊到后面，我甚至听到了他的哭腔，可我不会心软了。他总是仗着我不会离开他，一次次骗我。回去后，我先跟学校休了假，然后收拾东西，买了最近的一场出国的航班。到机场时，才跟陈母发了消息，说明了原委，并让他不要将我的行踪告诉陈焕。半个月时间，我没有打听国内的消息，也不再操心陈焕有没有继续作死。离开一个陪伴19年的人，的确让人难受。分开的第一天，我就总忍不住想跟他打电话。离开的第二天，我继续失眠，身体仿佛丢失了一半灵魂。我开始整夜看手机相册里我们的照片和视频，看到抓周的视频时，我知道我最终也逃离不开陈焕的。他的霸道和任性从小就深入骨髓。红毯上那么多物品，他却只牢牢抓着我不放。甚至看到我奋力够到笔时，将笔从我手里抽出来丢掉，换成让我抓住他的手。我哭闹想甩开他，我也不放手。大人想将我们分开，他便谁碰挠谁。我知道陈焕迟早会找到我，只是没想到会是这么个场景。当我回到家时，刚将灯打开，就看到坐在椅子上的陈焕。明明才10几天没见，看到他的第一反应竟然是想让他抱我。我克制住想要冲向的脚步，面无表情站在门口。西宝，真要分手？他的声音带着沙哑。是我离开的还不够远吗？你居然还会问出这种问题？好得很，居然为了别的男人要跟我分手。他冷笑站起身，弯腰就将一直躺在地上的人拎起来。我这才发现，刚刚地上还绑着个人，还是陆时燕。我血压都瞬间高了不少。这狗东西哪里比我好？是比我长得帅，还是比我有钱，还是比我对你好？我看着昏迷的陆时燕，脑仁突突跳着，直到他用陆时燕威胁我，你敢跟我分手，我就敢把他腿打断。我手指死死扣住掌心，才忍住爆粗口的冲动。有本事你就打断他的腿试试，看我会不会原谅你。陈焕将脚对准陆时燕的膝盖上，高高抬起，又在踩下去那刻爆了句粗口，轻轻放下。我松了口气，推开门下逐客令，怎么把人带来的就怎么把人带走。陈焕拖着陆时燕到门口，咚的一声将人放下。我微闭了下眼，深呼吸，准备关门。下一刻，陈焕一把将我拽到怀里，按着我的后脑勺强吻了下来，力道大的仿佛要将我吃掉。那熟悉的气息让我心脏狂跳，差点控制不住回应他的吻，却还是在最后关头，我咬了他的嘴唇，推开他。我狠狠擦嘴，我们已经分手了。陈焕将唇上的血舔掉，动作邪气又性感。西宝可真狠心，我不过是讨要我的奖励罢了。若是以前，我该对他厚颜无耻了。都分手了还讨要奖励？奖励他没有废掉陆时燕的腿吗？我不想跟他多言，直接用力摔上了门反锁。我这才惊觉自己多傻，密码居然还是我们的生日，也难怪陈焕进来的这么轻松。我躲在窗帘后，看陈焕带着陆时燕离开。陆时燕被他当成肉饼拖在地上走，走着走着，这大少爷就摆烂了，直接把人丢在地上，自己蹲在街边上抽烟，像条无家可归的流浪狗。等烟抽了不知道多少支才起身，用脚推了陆时燕几下，像是在叫醒他。见人没醒，又拎着对方衣领，伸手要扇耳光将他扇醒，手掌张开又握成拳，最后到底没有下手，认命让陆时燕背了起来。看着我一阵无语，搞不懂陈焕大老远把陆时燕弄过来，竟然只是为了威胁我，也不知道他是气傻了还是怎么想的。直到第3天，陆时燕找到我，我才知道并非是陈焕将他绑来的，而是陆家发现了他的存在。陆时燕的后妈怕他被接回去，先一步找人把他弄出国，准备将人彻底解决掉，恰巧被陈焕发现，所以那晚他才拖着个昏迷的陆时燕出现在我家。陈焕竟然会救陆时燕，这简直超出了我的认知。他那我却什么都没说，不，或者已经说了，当他索取奖励时。那他现在人在哪儿？陆时燕犹豫道，医院，情况很危急，你要有心理准备。什么意思？他为什么会在医院？陆时燕眉峰蹙起，脸上全是冷色。有人暗杀我，他帮我挡了枪。我腿一软，差点站不稳倒下。带我去医院，手术室外，这才换我焦虑不安，害怕颤抖，心里哽咽的厉害。我努力告诉自己不要哭，可眼泪还是止不住流下。林夕，跟我说说话吧，说说你和陈焕从小到大的事。我和陈焕的事啊，那可多了，再没有谁在我生命中占据那么大的比重了。
我诉说着我们从小时候开始的故事，说陈焕的霸道不讲理，说他的占有欲，说他对我的无微不至，说他的偏爱和双标。他真的有好多缺点，可他又真的好爱我。林夕，手术成功了。陆时燕伸手想扶我起来，被我避开了。陈焕是个醋精，知道了会不高兴的。番外，陈焕视角，我醒来时，西宝抱着我，哭得很伤心。他骂我傻，为什么要用自己的命去救别人？我没有跟他解释，其实我是故意的。其一是让他心疼，借此更快挽回我们的关系。其二是知道了陆时燕的真实身份后，我必须这么做。第一次救他，只是为了化解之前的矛盾，让西宝看到我确实有所改变。第二次救他，是我知道这狗东西在觊觎西宝，他看西宝时的眼神根本瞒不过我，所以我厌恶他至极。可之前我知道他的身份不如我，跟我抢他没这个能力。可这次在知道他是京市顶级豪门权贵陆家的继承人后，我必须得让他欠我点恩情，否则若哪天他不想将那份感情放在心底，而是不顾一切强取豪夺，我根本没有胜算。回国后，我第一时间跟西宝举行了订婚仪式，这场订婚十分隆重，我恨不得报道上10天半个月，让所有人都知道西宝是我的，其他人甭惦记了。等法定结婚年龄让我很没有安全感。我知道有双眼睛时刻在暗处盯着我的西宝，那人甚至有意无意安排人勾引我，妄图让我犯下大错，可惜他低估了我的感情。终于等到可以领证结婚的年纪，我等这一天等了太久。像是宣告胜利，我特意给远在京市的陆时燕送了请柬。婚礼当天他没有来，却送了西宝一套昂贵的珠宝和一束花，而那束花的话语是无法宣之于口的爱恋。这束花被我丢进了垃圾桶里，既然知道不该说，那就永远不要说出来。陆时燕视角，陈焕没有冤枉我，我确实对林夕有不轨的心思。我甚至羡慕陈焕，为什么他这种人居然能拥有林夕这样美好的人？狂妄傲慢的大少爷，满身的缺点，谎话连篇，却拥有让人羡慕的一切。世界实在不公平。他自以为聪明，在林夕面前对我称兄道弟，友好关切，背地里却不断给我找麻烦。我都知道，因为他就算再掩饰，也掩饰不掉眼底我的不屑和厌恶。我乐得看他演戏，真相总有被戳穿的一天。林夕跟他分手时，我是兴奋的，我觉得我有希望。直到陈焕手术，我陪着林夕那几个小时，我的希望彻底破灭了。这份隐藏的爱意，从一场手术开始，到另一场手术结束，我清楚地知道，他们两人之间的羁绊是我无法斩断的。林夕爱他，这份爱早就经年累月刻入骨髓。他的婚礼，我其实去了，我只是远远看着，看他走向那个从出生起就陪伴着他的人。他永远不会知道，还有一个人曾经默默喜欢着他。全文完。